你以为你活在一个现在里，过去已经消失了，未来还没来。物理学说，这个想法可能完全是错的。牛顿在17世纪给宇宙设定了一个时钟，这个时钟在整个宇宙里走得分毫不差。不管你在地球上还是在银河系另一头，不管你站着不动还是飞得跟火箭一样快，这个时钟的每一秒都一样长。牛顿管这叫绝对时间。在牛顿的世界里，时间是宇宙的背景板，所有事情都在这个背景板上发生。过去就是已经翻过去的页，未来还是空白页，只有现在这一页是真实的。这套说法听着特别有道理，对吧？你过日子确实就是这么过的。但问题是，牛顿错了。其实仔细想想，牛顿的绝对时间本身就有一个隐含的矛盾。如果全宇宙有一个统一的时钟，那这个时钟在哪儿？谁来校准它？牛顿说时间是上帝设定的，这等于把问题推给了神学。在物理学里，这种回答跟没回答差不多，只不过牛顿力学在低速世界太好用了，没人有动力去质疑它的时间观。直到光速的测量越来越精确，问题才浮出水面。19世纪末，物理学家迈克尔逊和莫雷做了一个实验，想测量地球相对于以太的运动速度。结果发现，不管地球往哪个方向跑，光速都一样。这就像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迎面来的车和后面追你的车，相对你的速度都一样。这完全不讲道理，但实验结果就是这样，铁板钉钉。这个实验结果把当时的物理学家搞懵了。荷兰人洛伦兹甚至提出了一个凑合的方案，也许高速运动的物体在运动方向上会被压缩，时钟会变慢。这已经非常接近真相了，但洛伦兹还是认为有一个真正的参考系存在，只不过我们测量不到，他差了最后一步。这一步被爱因斯坦迈出去了。1905年，一个在瑞士专利局当小职员的26岁年轻人发表了一篇论文，把牛顿的绝对时间给拆了。这个人叫爱因斯坦，他提出的狭义相对论里有一个让人头皮发麻的结论：光速不变。不管你站着不动，还是以1半光速飞奔，你测量到的光速永远是每秒约30万公里。这听起来没什么，但他的推论足以让你怀疑人生。光速不变意味着时间不是绝对的。如果你坐在一艘以接近光速飞行的飞船里，你的时间会比地球上的人慢得多。这不是什么科幻设定，这是已经被实验验证了无数次的物理事实。你可能觉得这个说法太抽象，那我给你一个更具体的画面。假设你有一个双胞胎兄弟，你留在地球上，他坐上一艘以99.9%光速飞行的飞船去太空旅行。飞船飞了5年后返回地球，对你兄弟来说，他在飞船上度过了5年，吃了5年饭，睡了5年觉，长了5年皱纹。但当你俩重逢时，地球上已经过去了大约112年，你已经老得快走不动了，而你的兄弟看起来只老了5岁。这就是双生子杨谬，它不是杨谬，它是事实。只不过要实现这种效果，飞船得飞得足够快，目前人类做不到，但物理定律允许。你可能会说，这不是太不公平了吗？凭什么他飞一圈就比我年轻100多岁？答案是没有凭什么。时间本来就不是公平的，它从来就不是。你觉得时间公平，
只是因为你们之间的相对速度太小了，时间差异小到原子钟才能测量出来。最经典的证据就在你头顶，宇宙射线在大气层高处撞上分子，产生一种叫谬子的粒子。谬子的平均寿命只有 2.2 微秒，按照经典物理，它最多只能飞600多米就该衰变消失了。但实际上，海平面上每平方厘米每分钟能收到大约1个谬子。它们从15公里高空飞下来，按理说根本到不了地面。1941年，物理学家罗西和霍尔在山顶和海平面分别测量了谬子数量，发现谬子的衰变速度比静止时慢了10倍。这就是时间膨胀效应。高速运动的谬子经历的时间变慢了，所以它能活得更久，飞得更远。你说这算不算证据？我认为算，而且是很硬的证据。但更贴近你生活的证据是导航。你手机里的定位系统靠几十颗卫星提供信号，这些卫星在2万公里高的轨道上，以每小时14000公里的速度飞行。根据狭义相对论，卫星上的时钟因为高速运动，每天比地面慢7微秒。但根据广义相对论，卫星处的引力比地面弱，时钟每天又比地面快45微秒。2个效应综合起来，卫星时钟每天比地面快38微秒，也就是38000纳秒。这个数字听着小，但如果不校准，你的导航每天会累积10公里的误差。10公里，你在北京导航可能被导到河北去。所以卫星发射前，工程师会故意把时钟频率调慢一点，来抵消相对论效应。你每次用手机导航准确定位，都是在用爱因斯坦的理论。这些实验告诉我们一个让人不安的事实：时间不是全宇宙统一的时钟，时间是弹性的，因人而异。你在高铁上的时间和你坐在沙发上的时间，严格来说流逝速度不一样，差别小到测不出来，但它真实存在。1971年，物理学家哈费尔和基廷做了另一个经典实验。他们把4台铯原子钟放在民航客机上，绕地球飞了2圈，回来跟地面上的原子钟对比，结果跟相对论预言完全一致。飞机上的时钟确实慢了，慢了多少？几十纳秒而已，但确确实实慢了。这是在真实的飞机上做的实验，不是在思想实验里。更有意思的是，引力也会影响时间，不只是速度，引力也会。你脚底下的时间比你头顶的时间慢一点点，因为脚离地球更近，受到的引力更强。这不是开玩笑。2010年，物理学家用精度极高的铝原子钟做了实验，把一台钟放在离地面33厘米高的地方，另一台放在更低的位置，2台钟的时间差居然测出来了。33厘米的高度差，对应的时间差大约是每10年差1纳秒，也就是说，你的脚比你的头年轻一点点，每秒差大约1000亿分之1秒。你每天站着，你的脚就在时间旅行，虽然旅行的非常非常慢。这就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预言：引力越强的地方，时间越慢。在黑洞附近，时间慢到几乎停止。如果你能站在一个黑洞旁边看远处的时钟，你会看到远处的时钟在飞速转动，而你自己手腕上的表几乎不走。当然，你站在黑洞旁边能不能活下来是另一个问题，大概率不能。
光速还有一个更深层的作用，它是宇宙信息和因果关系的绝对上限，没有任何信息能超光速传递。这意味着你不能知道远处现在正在发生什么，因为光从那里到你这里需要时间。你以为你看到的星星是现在的星星，不，你看到的是它们过去的样子。太阳光到达地球需要约8分钟，所以你看到的太阳永远是8分钟前的太阳。如果太阳此刻突然消失，你还能在阳光下站8分钟，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月球距离地球约38万公里，光走这段路大约1.3秒，所以你看到的月亮是1.3秒前的。火星离地球最近时约5500万公里，光走约3分钟。火星探测器传回信号至少要3分钟，发一条指令也要3分钟才能到达，来回6分钟。这就是为什么操控火星探测器不能实时操作，必须在发送前就把所有指令编好，让探测器自己执行。北极星距离地球约433光年，你抬头看到的北极星是它在433年前发出的光。如果北极星现在突然爆炸了，你要等433年后才能看见。而仙女座星系距离地球约254万光年，你看到的仙女座是254万年前的样子。那时候人类还没出现，我们的祖先还是一群在非洲树上吃水果的猿猴。但你抬头就能看到那个时代的光，就在此时此刻，你的一抬眼就穿越了254万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当你仰望星空时，你看到的不是一个现在的宇宙，而是一幅由不同时间的光拼凑出来的拼图。近处的星光是几年前的，远处的星光是几十亿年前的。你看到的整个夜空实际上是一幅时间跨度达几十亿年的历史画卷。这幅画卷上同时存在着宇宙婴儿期的星光和中年期的星光，只不过你的眼睛把它们当成了同一个瞬间。你说这算不算一种最原始的时间旅行？你坐在草地上抬头看天，你的眼睛就同时在看几十亿年前的宇宙。这不需要任何设备，不需要飞船，不需要虫洞，只要抬头就行了。有意思的是，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每时每刻都在看过去。这就引出了一个让人后背发凉的问题：到底什么是现在？你能定义一个全宇宙通用的此刻吗？答案是不能。这不是技术问题，不是你的仪器不够精密，这是物理定律层面的不能。就算你有全宇宙最好的时钟，你也定义不了一个绝对的现在。道理很简单，要确定远处某个地方现在在发生什么，你需要信息和那边交换。但信息传递不能超光速，光从那里到你这里需要时间，所以你永远只能知道远处过去发生了什么，不可能知道现在正在发生什么。这不是你不够聪明，是宇宙不让你知道。你可能会说，那我算一下光传播的时间，反推回去不就行了？理论上可以，但这个反推只在你的参考系里成立。换一个运动状态的观察者，他反推出来的现在跟你完全不一样，因为同时性本身就不是绝对的。1908年，爱因斯坦的数学老师明可夫斯基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数学框架——四维时空。
他把3个空间维度和1个时间维度统一起来，说从此以后，空间和时间不再是独立的东西，只有它们的结合才能保持独立的存在。明可夫斯基在1908年的科学家大会上说了一句很拽的话：从此以后，时间和空间退化为虚幻的影子，只有2者结合，才能保持独立的存在。说实话，这话有点中二，但他说对了。在明可夫斯基的框架里，一个事件不是一个时刻加一个地点，而是4维时空中的一个点。你的出生是一个点，你现在读这句话是另一个点，你最后一次呼吸也是一个点，所有的点都在那里，已经在了。你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坐标系来理解这个概念：3个空间坐标定位，你在哪儿；1个时间坐标定位，你在什么时候。4个数字合在一起，就确定了你在4维时空中的一个唯一的位置。2024年1月1日下午3点，你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这就是一个4维时空点。2500年7月7日上午8点，也在天安门广场，这是另一个4维时空点。这2个点之间的关系，就像3维空间里北京和上海的关系一样，它们都存在，只不过在不同的位置。这就是块状宇宙假说。你可以把4维时空想象成一条很长的面包，每个3维切片代表一个当下。恐龙灭绝在你的面包切片上，你的出生在另一个切片上，公元3000年在又一个切片上，它们都在面包里，都已经存在了。你的一生不是一条流动的河，而是面包里一条从一端延伸到另一端的虫子状的线。物理学家管这叫世界线。这个比喻听起来挺温和的，但它的推论一点都不温和。如果整个4维时空是一个已经存在的块，那你的过去并没有消失，你的未来也已经在那里了。你之所以觉得时间在流动，只是因为你的意识在沿着世界线按顺序读取这些切片，但接下来才是真正让人抓狂的部分。块状宇宙说每个切片是一个当下，那谁来决定哪个切片是现在？答案又是没人能决定。因为同时性的相对性，设想2件事在你看来同时发生，比如远处2颗星星同时闪光，对一个坐在地球上的人来说，它们是同时的，但对一个以高速飞行的观察者来说，这2件事可能一前一后。这不是光传播的延迟造成的错觉，这是物理现实。在洛伦兹变换的数学里，2个空间分离的事件，如果在一个参考系里同时，在另一个参考系里就必然不同时。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切面包，静止的观察者横着切，每一刀都是一个现在的切片，但高速运动的观察者是斜着切的，它的现在切片是倾斜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运动中的观察者的现在可能包含了静止观察者的过去或未来的一部分。这可不是什么微不足道的效应。当速度足够接近光速时，切片的倾斜角度可以非常大。一个高速运动的观察者定义的此刻，可以在时间上横跨另一个观察者几百年的过去或未来。你想想这意味着什么？如果有一个外星文明在距离地球几亿光年的地方，以接近光速朝地球飞来，它定义的地球的现在可能是我们公元3000年，而另一个以同样速度远离地球的外星文明，它定义的
地球的现在，可能是我们公元1000年3种视角，3个现在，跨越了2000年。每一种切片在物理学上都是等效且合法的，没有谁的现在比别人的更正确。你可以再打个比方，想象一本很厚的书，每一页代表一个时刻，你翻书的时候一页一页地看，觉得故事在进行。但如果有人把整本书摊开来看，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全都摊在桌子上，那所有的页面同时存在于他的视野里。对你来说，主角的命运正在展开，对那个人来说，主角的命运已经全部摊在那里了。块状宇宙就是那本摊开的书，而你的意识就是那个一页页翻书的人。这不是思想实验的诡辩，这是狭义相对论数学的直接推论。洛伦兹变换的公式清清楚楚地告诉你，两个事件的时间顺序在不同的惯性参考系里可以颠倒，唯一不能颠倒的是有因果关系的事件。也就是说，如果第一件事导致了第二件事，那在任何参考系里，第一件事都在第二件事之前。但对于没有因果关系的事件，时间顺序就是相对的。所以宇宙中不存在一个绝对的普世的此时此刻，你的现在只是你的参考系给你定义的一个切片。换个运动状态，你的现在就会包含别的东西。如果你真的理解了这个推论，你就不难接受块状宇宙的核心观点了。如果对某些合法的观察者来说，你的未来已经是他们的现在，那你的未来就不是尚未发生的空白页，它已经存在于四维时空的某个切片里了。同理，你的过去也没有消失，它存在于另一个切片里。过去、现在和未来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存在于这个四维的块中。有意思的是，爱因斯坦本人完全接受这个推论。1955年3月，他最好的朋友贝索在日内瓦去世。3月21日，爱因斯坦给贝索的家人写了一封吊唁信，信里有一段话，后来成了物理学史上最著名的句子之一。对于我们这些笃信物理学的人来说，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区别只是一种顽固的幻觉。写下这段话不到1个月，4月18日，爱因斯坦自己也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和贝索之间半个多世纪的友谊，在四维时空里从未消失。这不是安慰，至少爱因斯坦不认为这只是安慰，他认为这是物理。但物理学的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如果说块状宇宙让你不安，那接下来的部分会让你更不安。你可能注意到了，前面说的块状宇宙主要基于狭义相对论和明可夫斯基的四维时空，但广义相对论对时间的描述更加复杂。在广义相对论里，时间和空间不是平坦的，它们会被物质和能量弯曲。太阳弯曲了周围的时空，地球在这个弯曲的时空里绕太阳转。黑洞把时空弯曲到了极端，在黑洞内部，时间和空间的角色甚至交换了。在黑洞外面，你可以在空间里自由移动，但只能沿时间方向走。在黑洞里面，你只能沿空间方向掉向起点，而时间方向变成了你可以选择的方向。这听起来像鬼话，但这是广义相对论的数学结论。块状宇宙在广义相对论里依然是成立的，只不过面包不再是直的，而是弯曲的，
扭动的，但核心思想没变。整个四维时空作为一个整体存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在其中。只不过现在这个整体更加复杂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块儿，而是一个被引力扭曲的块儿。块状宇宙有一个绕不开的后果，如果未来已经存在，那命运是不是已经写好了？你的每一个决定，每一次犹豫，每一回说服自己明天再减肥的借口，是不是都已经在四维时空里固定了？这个问题在物理学界吵了100多年，至今没吵完。但我不打算和稀泥，我来说说我的立场。这个争论在哲学里有个名字，叫决定论和自由意志的辩论。在物理学里，它的现代版本是这样的：如果爱因斯坦的方程完全决定了宇宙的演化，那所谓的选择，只是你以为自己在选择，实际上每一个选择都是大爆炸那一刻就定好的，这不是什么新问题。18世纪的法国数学家拉普拉斯就提出过一个思想实验：如果有一个智者知道宇宙中每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动量，并且能算出所有力的作用，那他就能预言宇宙的整个未来。拉普拉斯说，对这个智者来说，未来和过去一样清晰可见，这就是拉普拉斯妖。在牛顿力学的框架里，拉普拉斯妖是无懈可击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没有改变这个结论，只是把粒子换成了时空点，把牛顿方程换成了爱因斯坦场方程，给定宇宙的初始状态。未来的每一个事件依然是可以计算的。块状宇宙就是拉普拉斯妖的四维版本。先看经典物理那边，在牛顿力学加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框架里，宇宙的初始条件决定了之后会发生的一切。爱因斯坦的方程是决定论的，给定一个初始状态，未来的每一个事件都可以精确计算出来。在这种框架下，块状宇宙确实意味着一种宿命论。爱因斯坦本人也接受了这一点，他说他不相信上帝会掷骰子，但量子力学偏偏告诉我们，上帝确实在掷骰子。量子力学的核心是概率，你无法同时精确知道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动量，这不是测量精度的问题，这是物理现实。一个放射性原子什么时候衰变，你只能给出概率，不能给出确定答案。在量子层面，世界不是决定论的，而是充满了真正的随机性。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告诉我们，你越精确地知道一个粒子的位置，就越不精确地知道它的动量，反之亦然。这不是你仪器不行，这是宇宙的底层代码。就好像宇宙故意在每一个粒子上加了一点模糊，不让你看得太清楚。爱因斯坦对这个结论非常不满，他和波尔吵了几十年，试图证明量子力学是不完备的。他提出了各种思想实验，比如著名的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罗森杨谬，想证明量子力学预言的纠缠现象意味着要么量子力学有漏洞，要么存在局域隐变量。结果后来的实验，包括20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者阿斯佩克特、克劳泽和蔡林格的实验，都证明爱因斯坦错了。量子纠缠是真实的，局域隐变量不存在。上帝确实在掷骰子，这就给块状宇宙出了一个难题。如果未来已经存在，那量子层面的随机选择是怎么回事？一个原子的衰变时刻已经被写在四维时空里了吗？
还是说，量子力学给了未来某种未定的余地？我认为答案是，量子力学确实给了宇宙一些真正的开放性，但这种开放性可能比我们以为的要小。理由如下：量子力学的随机性是微观的，宏观世界几乎完全由决定论支配。你身体里的每一个原子都在遵从量子规则，但当你做出一个决定时，那个决定是万亿个原子的集体行为的结果。量子涨落的影响被平均掉了。你的自由意志如果存在的话，大概率不是量子随机性给的，而是大脑神经网络的复杂性给的。而神经网络虽然复杂，它的底层物理依然是决定论的。所以我站这个立场，块状宇宙大体上是对的。四维时空作为一个整体存在，这个框架没有问题。量子力学在微观层面引入了真正的随机性，但这些随机性不足以推翻块状宇宙的宏观图景。你的未来可能不是100%确定的，但已经被物理定律和大爆炸以来的初始条件决定了99.9%。剩下那0.1%的量子随机性，与其说是自由意志的窗口，不如说是宇宙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当然，这个立场是有争议的。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诠释说，波函数坍缩之前，未来确实是未定的。在这个诠释里，一个粒子在被测量之前处于叠加态，它同时在这里和在那里，只有在被观测的那一刻，才选择了一个确定的位置。这意味着未来在某个意义上确实是开放的，不是所有事情都已经写好了。而多世界诠释走得更远，他说波函数从来不坍缩，所有可能的结果都在不同的宇宙分支里实现了。你扔一个骰子，不是骰子随机选了一个面朝上，而是宇宙分裂成了6个分支，每个分支里骰子显示一个面。如果这是对的，那每一个分支都是一个块状宇宙，而所有分支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更大的多世界块状宇宙。你的每一个可能的选择都在某个分支里发生了。你选择了吃面条的那个分支里，你在吃面条；你选择了吃米饭的那个分支里，你在吃米饭。两个你都存在，都在各自的四维时空里。我个人对多世界诠释持保留态度，不是说它不对，而是它目前不可证伪，你没法观测到其他分支。物理学说到底还是得靠实验说话，不能纯粹靠数学美学来选择理论。但多世界诠释有一个优点，它把量子随机性和块状宇宙完美地统一了起来，不需要引入任何额外的机制。至于罗韦利这位意大利物理学家走得更远，卡洛·罗韦利是圈量子引力理论的开创者之一。他在2018年出了一本书，叫《时间的秩序》，里面提出了一个更激进的观点：在最基本的物理层面，时间根本不存在。不是时间是幻觉那种修辞，而是在普朗克尺度大约10⁻35次方米的尺度上，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变得模糊。物理方程里不需要时间变量也能运行。罗韦利说，时间不是宇宙的基础构建，而是宏观尺度上的涌现现象，就像温度不是单个分子的属性，而是大量分子运动的统计结果一样。我觉得罗韦利的方向有道理，但我对他时间不存在的说法持保留态度。说时间在普朗克尺度下消失，和说时间不存在
是两回事。水在分子层面看不到湿润这个属性，但你能说湿润不存在吗？不能。湿润是真实的，只不过它是涌现的。时间可能也是一样。在量子退相干的理论框架里，时间箭头有一个更自然的解释：量子系统总是和环境发生纠缠，纠缠导致相干性丧失，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这个不可逆性就是时间箭头的来源。换句话说，时间之所以有方向，是因为宇宙在不断地遗忘量子信息。你不能让宇宙反遗忘，就像你不能让打碎的杯子自动复原。这和热力学第二定律是一致的，熵总是增加的。退相干还解释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为什么宏观世界看起来是经典的，而微观世界是量子的？答案就是退相干。宏观物体由海量粒子组成，它们和环境不断相互作用，量子叠加态在极短时间内就被破坏了。一块石头不会同时在桌子上又不在桌子上，因为它和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让叠加态在几乎瞬间就退相干了。但一个电子可以同时在两个位置，因为它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少得多，退相干时间长得多。这个过程给时间赋予了一个方向。你可以在实验室里让一个量子系统退相干，但你没法让它自发地重新相干。这个不对称就是时间箭头的量子版本，它和热力学箭头是统一的，都是熵增的表现。所以在我看来，时间的图景是这样的：在最基本的层面，时间可能不是一个基本变量，这一点罗韦利可能是对的。但在宏观层面，退相干和熵增共同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时间箭头，这个箭头是真实的，而四维时空作为一个整体存在，这个图景和时间箭头并不矛盾。块状宇宙是空间的全部切片，时间箭头是我们在这些切片之间感受到的方向，一个是结构，一个是体验。那意识呢？如果整个四维时空已经存在，为什么我们感觉时间在流动？有一种说法我觉得比较靠谱，意识本身就是一束探照灯，你的大脑在处理信息时必须按因果顺序处理，因为信息传递不能超光速。你的意识沿着世界线移动，每到一个时空点就读取那里的信息，形成一个现在的体验。但你经过的每一个时空点，在你到达之前就已经在那里了，在你离开之后也不会消失。你不是在创造时间，你是在经历时间。就像你走在一条已经修好的路上，每一步踩到的路面早就铺好了，但你只能一步一步走。神经科学对意识的研究也支持这个方向。大脑处理信息是有顺序的，先看到画面，再识别内容，再做判断，最后采取行动。每一步都需要时间，因为神经元传递信号的速度是有限的，大约每秒100米左右。你看到一辆车冲过来，到你踩下刹车，整个过程大约 0.3 秒。在这 0.3 秒里，你的大脑按因果顺序处理了信息，你的现在就是这么被建构出来的。但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推论，你的现在其实是延迟的。你以为你看到的是此时此刻的世界，实际上你看到的是大脑几十毫秒前接收到的信号，经过处理后呈现给你的画面。你的意识像是在看一部已经拍好的直播，只不过延迟很短，
短到你感觉不到。这跟块状宇宙的图景意外的一致。你的意识不是在实时体验世界，而是在回放已经发生的事件。甚至有哲学家提出，意识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它需要一个时间窗口来整合信息。你的大脑把过去几百毫秒的信息打包成一个现在的体验，这就是意识的本质。如果这个说法对的话，那时间流动的感觉就不是物理现实，而是意识的加工方式。一块石头没有意识，所以石头不觉得时间在流动。你有意识，所以你觉得时间在流动。但时间本身并没有流动，流动的是你的意识。这个比喻可能让你觉得不太舒服，因为如果路已经修好了，你走的每一步也都是修好的，那你的选择还有什么意义？我的回答是，意义不等于自由。你觉得选择有意义，是因为你经历了选择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真实的。不管它在四维时空里是否已经写好，一部电影的结局在你看之前就已经拍好了，但你看的时候依然会紧张，会感动，会希望主角活下来。电影的结局已经固定，这件事并不妨碍你体验过程的丰富性。你的人生也一样。不过话说回来，彭罗斯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又不一样了。罗杰·彭罗斯202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提出了一个叫共形循环宇宙论的理论，简称共形循环。在这个理论里，我们的宇宙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在一个巨大的循环中不断重生，每个周期大约1000亿年。一个宇宙的终结是下一个宇宙大爆炸的起点。彭罗斯说，他在宇宙微波背景辐射里找到了12个同心圆的辐射印记，可能是上一个宇宙周期里超级黑洞碰撞留下的疤痕。如果彭罗斯是对的，那时间的图景就更大了。不止你的过去和未来同时存在，连你之前那个宇宙的过去和你之后那个宇宙的未来都在某种意义上存在着。时间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环，或者说是一条无限延伸的螺旋。但说实话，彭罗斯的循环宇宙论在学术界争议很大，大多数宇宙学家还是倾向于标准的暴胀理论加一次性大爆炸模型。我个人对彭罗斯的共形循环论持谨慎态度。他找到的那些同心圆印记是否真的是上一个宇宙的遗迹，目前还没有定论。但不管循环宇宙论对不对，它至少提醒了我们一件事：我们以为的时间的开始和时间的结束，可能都不是真正的开始和结束。关于时间的开始，还有另一个值得提的角度。霍金和彭罗斯在1970年合作了一篇论文，证明了在广义相对论的框架下，如果宇宙足够膨胀，那么时间一定有一个起点，也就是大爆炸。这个定理叫起点定理。但霍金后来自己也不太满意这个结论，他提出了无边界假设，说宇宙在时间上没有边界，就像球面在空间上没有边界一样。你问大爆炸之前是什么，就像问北极的北边是什么一样没有意义。如果霍金的无边界假设是对的，那时间在大爆炸处不是开始了，而是圆滑地连接到了另一个方向。就像球面的顶部不是空间的尽头，而是连接到了另一面。这又回到了块状宇宙的图景。如果时间没有明确的起点和终点，那整个四维时空更像是一个闭合的结构，
而不是一条有头有尾的线。当然，这些都是高度推测性的理论，还没有实验验证，但它们至少说明，物理学对时间的理解远没有到盖棺定论的地步。说真的，聊到这儿，你可能已经开始犯困了，这不是坏事。这篇文案本来就是为了让你入睡的，但在你彻底睡过去之前，我想说最后一点。你可能觉得块状宇宙让人沮丧，如果一切已经注定，如果过去没有消失，未来已经存在，那活着还有什么劲？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如果你真的理解了块状宇宙，你会觉得它比任何别的时间观都更温柔，因为这意味着你的过去没有消失。你5岁时那个夏天的下午，你第一次骑自行车摔倒的那一秒，你奶奶给你讲故事的那些晚上，你失恋时哭着睡去的那个夜晚，它们没有过去，它们还在那里，在4维时空的某个切片里永远存在着，你回不去，但它们没有被删除。你的未来也在那里，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它已经在了，等着你去经历。你不需要害怕它，因为它和你的过去一样，已经是时空的一部分了。